偷袭！我操！年轻人不讲武德。注意看，日本选手故意搞偷袭，一拳放倒了出国打比赛的中国选手，其后撒腿就开始往门外跑。幸好中方工作人员及时堵住了门，然而中国选手的状态依然没有好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日本官方某高层领导出面讲和，生怕影响到了中日之间的友谊。然而我们的赛事方领导态度非常强硬，根本没有接受日本的道歉，并强烈要求日本赛事方严惩昨天搞偷袭的日本运动员，如果可以的话，应当禁赛处理。有强大的祖国庇佑，日本官方才害怕影响到中日之间的友谊，要求他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同时呢，不接受这个本人的道歉。看到这一幕的薛深圳实在是忍不住了。既然是日本选手先搞的事情，那就用拳头在擂台上找出真理。于是薛深圳与三轮玉树的比赛就此拉开了帷幕。面对眼前这位嚣张的日本选手，薛深圳二话没说，直接就是拳头奉上。这位日本选手与搞偷袭的日本选手是同为一家俱乐部，就凭借这个关系链，薛深圳就没有理由不揍三轮玉树。比赛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试探，几乎全部都是拳到肉，火力全开，这都拼得很凶啊！是，两位都是拼命三郎。那么这个日本选手三轮玉树，他来自于这 K1 俱乐部啊，目前和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武尊是在同一个拳馆来训练的。然后他说，这一次他抱着这个武士道精神啊，就算被击倒也要拼。在薛深圳的脑子里就没有后退两个字。然而三轮玉树也想为他的日本同事报仇，毕竟同为一个俱乐部，没有感情也有友情。反观薛深圳开始放低姿态与三轮玉树对拼，被誉为战斧的薛深圳，真要是打起架来，他是真敢拼命。尤其是面对嚣张的日本选手，薛深圳每一次都是往死里打，不给自己留有任何退路。选手是的，那么进步也很快。对，目前在一龙奥运俱乐部训练。是，一上来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哈，是非常快，节律非常高。那过去啊，其实薛深圳比较喜欢用地坎踢，但是他的教练是一位职业拳击好手，所以呢，最近拳法也加强了不少。对，拳法加强了他的这种。看似薛深圳的出拳出腿很混乱，即使打出的所有拳脚进攻都很精准。然而三轮玉树也是一位拼打型选手，打起架来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只要不倒下三轮玉树就会一直战斗到底。反观薛深圳肩负着报仇的责任，是要与日本选手三轮玉树斗争到底，时时刻刻都在发起主动进攻的俩人，其实都在紧盯对方的漏洞。那么他也一直在找这种突破，对啊，找这种优势啊，基础比较多。一上来啊，对，那他的拿手好戏还没出来，他的前脚的一个扫踢非常的快，争取那个距离。是。一个后扫踢是啊，应该说是前后扫踢啊，对，都在调整着用。他的后扫踢也是没有折叠的，直接。三轮玉树率先开始发力，连续的扫踢让薛深圳有点无力招架，根本无法正常实施拳法进攻，只能慢慢逼近三轮玉树内围准备做动作。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三轮玉树擅长中近距离，然而薛深圳只能强迫三轮玉树在近距离进行对拼。薛深圳的身高是个硬伤，很难在对抗期间拿到太多的点数优势。砍踢啊，打完拳之后的砍踢，杀伤力也很大。对，那么两位选手的技术特点它很像啊，三拳一腿，是包括这种都是打这种中近距离，两个人都不退，都顶着头在打。对。那今天三轮玉树打的是比较重击，其实他如果打快速的话，左右连拳是相当的快，跟机关枪一样。对，可以说是又快又重。对，然后三轮玉树他有个短板，是他头部的抗击打能力有点问题，这很容易被击倒，很容易被击倒。是啊，比赛结束了，这个回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试探，更多的是试探对手是一位什么类型的选手。两位拼打型的选手在第一回合表现的都很冷静，并没有因为赛前的矛盾而大打出手。刚才比赛当中，俩人的输出频率都很高，出拳出腿的速度也很快。如果可以的话，薛深圳根本不会给三轮玉树任何出动作的机会。碍于身高问题，三轮玉树在中距离确实占到了一点优势，但在内围对抗期间，薛深圳掌握着绝对的比赛优势。这是两拳加一腿。对。该在第二回合开始了。试探过之后的俩人就像是变了个人。比赛一开始就使出了高密度的出拳出腿，面对一直猛压内围进攻的三轮玉树，薛深圳很快就解决了这一危机。在后退期间也不妨碍薛深圳做动作，高密度的换拳让薛深圳找到了比赛节奏。
后撤就是薛深圳的秘密武器。本来三轮玉树控制好了中距离，没想到薛深圳在发起进攻的前1秒会将距离向前推进一点，这就让原来的中距离变成了近距离。薛深圳不仅出拳出腿的密度高，就连智商也是超乎常人的高。深圳也一直在找这种重击啊，是重击的机会啊，右腿的摆拳。对吧？有些选手啊，他已经受伤太多次，所以他变成脱离下习惯性的，对，习惯性的被击倒。好，两边击负。意识到危险的三轮玉树开始对薛深圳发起猛攻，连续的拳脚进攻打乱了薛深圳的计划。不过三轮玉树的猛打猛冲根本就影响不了薛深圳的高密度出拳，所实施的每一拳命中率还要比三轮玉树高超。反观三轮玉树的进攻密度也提升了上来。此时此刻对拼的就是侦查能力和躲闪能力，两位同为拼打型选手，避免不了拳头与拳头之间的碰撞。那武林风除了在打分上啊，会标准化之外，连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我们画面的左下方也有这个倒数了，时间倒数啊，对，这个在肯尼的千呼万唤之下，我们的倒数计时就出来了。是。所以有这倒数计时的时候啊，有暂停的话，裁判手势会做一个手。一直被压制的薛深圳吃到了不少苦头，则是主动选择与三轮玉树打阵地战。面对三轮玉树的猛压猛冲，薛深圳就站在原地不动和三轮玉树展开火拼，时不时还会攻击三轮玉树的腹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让三轮玉树的防守放低一点，从而可以达到拳拳爆头的目的。外围的到内围的这样一个对抗。这回合薛深稍微调整一下体力在他们的拳法里面，他们在冲他们的体力就是10秒钟心跳要达到这个30下以上。那换算来说，就是1秒钟至少180次，180次的心跳，对但是不能超过200次，200次太高了，太高了，很有危险，对所以要注意一下。所以说运动员在上面经过长时间的火力对拼，薛深圳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优势。不管三轮玉树实施什么样的进攻动作与招式，都无法摧毁薛深圳内心的意志力，并且还会拿着有力的拳脚进攻展开全面反击。意识到不对劲的三轮玉树当即与薛深圳拉开了距离。就在此刻开始，三轮玉树开始畏惧薛深圳。好，真的是两个人的拳都很重啊，对，况且输出的这个频率一直居高不下。对。第3回合开始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对拼之后，薛深圳早就忍不住了，终于可以毫无保留与三轮玉树展开火拼。面对火力全开的薛深圳，三轮玉树表现得有点难以招架。就在三轮玉树提升进攻攻势的那一刻，薛深圳出手了，这一拳直接将三轮玉树打消失在了镜头前面。缓缓爬起来的三轮玉树还想再战，结果连站都站不稳了，直接就躺了下去。薛深圳成功给赛前被打昏的中国选手报了仇。玻璃下巴的缺点很突然，况且也很准，是那个薛深圳的拳也很重，对这个三轮玉树的这个下巴确实也有点脆弱。对，我们的河南小孩薛深圳打了一场漂亮的 KO，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好，恭喜这位来自翼龙奥运的薛深圳，漂亮的 KO。薛深圳终于把这一拳喊了回去，这一拳就是真理。也许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被打昏的中国选手看到这一幕，心里肯定十分欣慰，大仇得报。由于中了1000万的彩票，最终薛深圳获得了比赛胜利。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薛深圳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